喂 ，Nico， 听说你很会投资理财，多年朋友，能不能教教我？我没有很会啦，就只是把股票当定存在买啊。哦，好好哦，还有多余的钱买股票啊！我每个月都是月光族，根本没有办法存钱，光房租就先去掉一半了，吃喝拉撒睡还有交通，你都不知道还跟同事应酬。而且啊，如果我没有买最新一季的 Selina Gomez， 要嘞，大姐。嗨，我是内功喵。如果你还没按下订阅的话，快点按下订阅哦。Hello guys， 我是内可乌喵，欢迎回来我的休息时间。跟朋友聊天，我最害怕跟讨厌的话题就是理财了。虽然他们都很想跟我聊投资，但每每讲到股票，迎来的就是唉声载道。没钱怎么投资？每个月的薪水都刚好花完啊！我上有老母，下有妻小，你不懂我的感受啦。继续给自己找借口啊，反正是你的生活，又不是我的。今天要讲的这本《习惯致富人生实践版》，是从生活作息这么基本的开始来聊聊存不到钱的人和存到钱的人之间的差距。今天的影片会分成3个部分，一开始我会聊聊书籍内容和整体的排版，然后我会简单扼要的讲出这本书最重要的3个核心观念，最后我会拿我自己的婚礼开销来做示范。说到这个，其实我有拍一支婚礼费用的试算影片啦，只是发生了一些不可抗拒的因素所以我就没有剪出来啦。这个习惯致富人生实践版是习惯致富的续作，作者汤姆·柯利研究了有钱人的习惯和价值观，创造了一套让人逃离穷循环的习惯手册。因为我自己没有看过第1集，所以只有大概在书局翻了一下。第2集给我的感受更加的生活化、亲民。说句坦白的，就是连国中生都看得懂。书中描写的是汤姆带着他3个小孙子度过暑假的最后1个月，在这1个月当中，汤姆利用游玩的方式给这3个孙子讲了2对夫妻的故事，从求婚到蜜月旅行，最后买房到小孩出生、选学校等等。这2对夫妻的选择和决定，让他们的人生有了大大的不同。如果让我决定，这本书应该普及在国高中生的图书馆里面。一开始的作者自序血淋淋的说了一个事实：我们都想成为成功的人，也确信自己有赚钱的机会，但学校从来没教怎么赚钱。别说赚钱了，连怎么存钱或怎么花钱都没人愿意提了。我以为是中国人提到钱会有芥蒂，原来外国人也是这样。因为是用小说包装，加上爷爷讲古的剧情安排，虽然剧情温柔、阳光灿烂，看到这些金钱差距的时候，习以为常的糟糕习惯会让人感到瑟瑟发抖吧。这套书到目前为止的排版和配色，我觉得都格外用心。我很喜欢封面这种略为复古的撞色搭配，加上内页留天地和行距的舒适，一个晚上就轻松看完了。如果不想看小说，只想快速切入重点，也可以只看后面包边的重点整理部分。虽然剧情上是说给孩子的资料笔记，但我相信汤姆爷爷也是把我们当孩子一样的苦口婆心了。这本书对于我这个已经有投资储蓄习惯的人来说，真的很像童话故事，太浅太白太 easy。但是对于很爱找借口或是老是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存不到钱的人来说，根本不是我的问题呀，存不到钱很难过哎。这本书真的很有警示作用。接下来我会开始聊聊书中最重要的3个核心概念，很多是即使知道也不见得能意识到或做到，就接着继续看下去吧。习惯致富人生实践版里建议，至少存下收入的20%，想办法用剩下的80%来过活，其实已经是非常宽松的额度了。假设一个人的薪资是36000块，相当于1个月只要存7200块。每个人1个月要存多少钱，端看你能牺牲生活品质到什么地步。书中关于生活品质有个破解迷思，我觉得超多人陷入在这样的陷阱里。随着赚钱赚得越来越
越多，多数人很自然的会想要住大房子、买好车子。可是房子越大，要维持房子的成本也跟着提升，像是空间大，所以冷气要开得比较久才能运作，打扫也要花比较多的时间，甚至是需要找人来帮忙清理。随着持续增加的收入，我都这么辛苦了，对自己好一点不过分吧的心态，书中给的专有名词是生活方式升级心理，而这个就是最标准的穷习惯之一。通常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花费最多的就是食衣住行，而房子跟车子是最能迫使你提高生活水准的成本。车子也是有牌照、燃料税和基本的养护照顾的花费。当然，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要过得像乞丐的生活，而是在生活中有什么是可以先忍一下。最近一堆 YouTuber 在看房子，每个人都在看大房子。虽然自住好像不错，可是用投资的角度看，越大的房子越好吗？大过头的房子不见得好脱手，尤其是大房子意味着贷款也要变多，贷款多，利息就高，相对的房子的净利值就会下降。所以买房到底是为了自住还是为了投资，两者的购入方式也会有所差异的。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有着相同价值观的朋友和伴侣，对于投资理财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呀。如果你的另一半是一个很喜欢享受的人，很自然就不可能陪你省吃俭用，或者朋友圈出门就是要去豪华的餐厅，穿搭都是名牌，为了跟上他们的脚步，很自然的就不可能省到哪里去。讲个更明白的例子，你的朋友都抽到了某只角色，游戏里晒得不要不要的。这个时候忍住一口气，赢的是一辈子；掏空存款拼了，赢的是一下子。我觉得朋友或是伴侣确实是很能动摇理财方面的想法，但自己能不能把持得住，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大部分的人都是属于无法控制的类型，所以身边有一两个会存钱的朋友真的很重要。甚至我很鼓励大家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万一你的伴侣真的无法共体时间，可以买这本书给他看。书里面有个人生试算表，从买婚戒开始就有了大大的差别。除非你家是贵族富第二代，有门面需求，否则白手起家想变千万富翁，还是看看人家怎么省的吧。那最后这一点我很犹豫，应该要写投资吗？或者是创造更多被动收入呢？但是根据我和身边的朋友聊天的经验，大家都是知道要投资，知道要理财，可是有很多可是挡在他们的前面，让他们裹足不前。也有可能是懒得行动。最多人跟我说的是，我不记得上次看书是什么时候了。当然啦，书籍不是唯一的学习方式，阅读对的资讯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手段。以前我不太看财经资讯，但自从变成全职投资人之后，我每天早上习惯看一下国际局势，看一下新闻，最后会看一下Vlog 台湾，看看现在流行什么东西。我不是只会看书而已，毕竟书籍能带来的知识不够及时，而阅读也只是其中一种学习手段。去上课，去体验，去培养兴趣，不是只有在教室里面才能学习，也不是脱离了教室就不用学了。毕业代表的只是脱离了人生的一个阶段，并没有给你停滞的权利。想不被时代淘汰，唯一的方式就是要不断的往前走。书中也强调要养成健康的习惯，因为只有运动、吃得健康，才有本钱赚钱、存钱、花钱。所有的财富在没有健康之前都是假的。当然，这段话我讲的也很心虚就是了。这本书的大前提都是一个绝对美好的状况。我觉得大家看这本书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尽可能做到即可。短时间做不到也没关系，要一个人马上改变是不太可能的。不过还记得原子习惯说的吗？养成一个习惯需要持续28天，而每天只要进步一点点，复利效应就可以非常惊人。书中最后整理了22个财富计划，大致上脱离不了我刚刚说的那3个大重点。我自己也没做到全部，光是一个随时保持正能量和运动习惯，就不知道甩到几条街外去了。所以我跟大家一样，还有很多值得努力的地方。但最后，我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婚礼花费，刚好呼应书中的主题。
YouTube 搜寻一下，不难发现很多人在婚礼上的铺张都不简单，连我的小学同学都跟我说，没有个100万，婚礼办不起来。当然啦，她是席开50桌的新娘子，跟我不太一样。那个时候，我很坚定的跟我老公说，我办婚礼的预算就是30万，最后整体的花费其实不到30万。从我以前的影片就可以得知，我们没有买婚戒，光是婚戒就可以省下8万到16万不等。这是我们的对戒，只花了4000块2只。本来婚宴婆婆是希望能请在饭店里，她的亲朋好友就快90人了。对比我家这边，我妈只想请12个人，真的是天壤之别啊！更恐怖的是，婆婆还跟我说：“你不是跟冯翊纲很好吗？请他来致个词啊！”此话一出，坚定了我不想办婚礼的决心。所以最后采用了家宴的方式，6万块左右搞定。婚礼当天的礼服是在 Airspace 买的，790搞定。老公穿着旧的蓝色西装 ，something blue, something old, something borrowed。在最后一刻，婆婆的要求，我找了化妆师15000块。我们没有大聘，没有小聘，没有迎娶，没有繁文缛节，没有黄金，最后我们连蜜月旅行都没有。虽然疫情的关系啦，但老公家里的状况本来就不太可能去哪里度蜜月。小猫每次问我要去哪里度蜜月，我都会笑着回答台北地下街，就是一半干话一半认真。对比一场100万婚宴，不含喜饼的钱，我们只花了13万5千。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花了14万2510块，不到15万，我们就把婚礼的事情解决掉了。如果有人想知道详细的价格，再督促我把影片剪出来吧。如果我可以自己做主，上述的那些我全部都会省下来，去户政事务所花个几百块登记就好。毕竟真正的结婚就只有那一道手续。有些人会问我，这样很没有结婚的感觉。刚开始也许吧，毕竟婚戒还是手做的对戒。但是我认为结婚的代表意义是2个人要携手共度未来，而婚礼只是一场秀，给长辈和他们的朋友或我们自己的朋友看的，跟名牌包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于一个本来就不怎么相信婚姻的人，多花1毛钱在这上面都是铺张。比起一开始就买婚戒，我宁愿结婚10年之后再买一个当做成就解锁的概念。而这中间省下来的钱，哪怕只是单纯最无脑去投资 ETF， 利息都不知道可以买几只戒指了。我这些习惯不是从结婚开始，而是一直以来都这样过活。大学时代我开始就用钱非常小心，一点一滴才能有现在的生活。存钱最好要给自己一个目标，有目标就会有动力。牺牲一下欲望，延迟享乐是理财的一个核心概念。虽然我大学真的没买包，也没出国玩，但这样的牺牲给我的是，往后每1年我都能去日本1次旅行，因为我的股票利息就会帮我出机票、饭店，甚至连旅费也全包了。投资的复利效应比习惯还吓人，这一点应该不用我再老生常谈了吧？我想要的不是一场华丽的世纪婚礼，而是当我老的不能工作的时候，依然不用担心下一餐在哪里，非常实际的生活。这本书看得我心有戚戚焉，剩下的就留到我们星期4直播的时候再聊吧。看似简单的道理，做起来往往是最难的。翻阅的过程中，可能会觉得，这些我都知道啊，跟有人把数字摊在你面前，血淋淋的要你看着，还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这是震撼教育啊，各位！最后，喜欢我的影片，请用订阅代替掌声，或者在下方帮我按个喜欢。心有余力的话，欢迎使用加入按钮，1个月75块钱支持我，继续在这里分享一本好书给你，我会非常感谢你的。我们就下个星期说书时间再见喽，大家拜拜。我看完这本书，跟老公说啊，这一本我打算要留下来念给孩子当床边故事。他居然说我暂时不想要有小孩，哼，笑死人了！我的孩子又不见得是你的。